山东济南某家大医院住院部的小花园里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长条木椅上唉声叹气。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留着平头的小伙子，挨着老太太坐了下来。妈，你就别和我犟了，我年轻，身体又好，做完手术很快就能恢复。你都60岁了，这万一手术出点闪失，危险性太大了。胡说啥？妈，我才59，你怎么说我60啊？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我捐这个肝也没问题，对你姐来说，没准比用你的肝还更好呢。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，没错，这是一对亲母子，他们讨论的问题是由谁来给老太太的女儿小伙子的姐姐捐肝的问题。这个小伙子名叫翟甘天，他妈妈名叫霍思女。前不久，霍思女跟儿子儿媳妇以及孙子孙女一家人围着餐桌正吃午饭呢。砰砰砰，敲门就进来一位亲戚，翟甘天的姐夫马武新。马武新进屋就带着哭腔：妈，小弟，弟妹，你们得救救玲花呀！他嘴里说的玲花就是他的老婆翟甘天的姐姐翟玲花。老太太霍思女一看女婿这副模样，首先急了：武新，你先别慌，快说怎么回事，玲花她怎么了？马武新就说前几天单位组织做体检，玲花被查出来得了肝癌，不过医生说幸好还是早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做移植手术，存活率很好。本来我真不好意思来，可我们的儿子小虎还小，他不能没有妈妈呀。武新，你的意思是给玲花提供一点肝脏？妈，你和甘天谁都行，看能不能给玲花捐肝。听到这儿，霍思女没有犹豫，行，只要能救俺闺女的命，捐啥都行。翟甘天打断母亲说：妈，你岁数大了，还是我来吧，从小姐姐最疼我了。这时候马武新看出来小舅子媳妇崔二妮的脸色已经比较难看了，于是他就说：妈，小弟，你俩也别争，咱明天一起到医院先做个配型检查吧，到时候看看医生怎么说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到医院采样之后，等了1周，这不，今天结果出来了，母子2人配型都合格，女婿马武新的配型也合格。但是马武新说：妈，小弟，医生说过，有血缘关系的供体呢，不容易产生排异反应。再说玲花是病人，我要是也做手术，这孩子就没人照看了。行了，姐夫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给我姐姐捐肝，你放心吧。儿啊，你家俩孩子，还都指望着你挣钱养家呢，还是让妈来捐最合适。争执了半天没有结果，老太太霍思女就到小花园里来透透气，儿子翟甘天这才跟了过来。娘俩正这说着呢，女婿马武新也跟过来了。妈，小弟，你们太让我感动了，不过刚才我又问了问医生，医生说对于玲花来说，可能妈妈的肝脏更好。就在他们3个人在花园里说话的同时，住院部楼上的病房里，翟甘天的妻子崔二妮走到大姑姐翟玲花的病床前坐下说：姐，你虽然病了，但是我真的羡慕你呀。啊，二妮，你是逗我吗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羡慕我什么呀？姐，我是说真心话呢，你瞧瞧，一家人都是多么的爱你呀。妈妈弟弟都争着给你捐肝，就连姐夫也为你做了配型检查，当然了，他也是为了照顾你们家虎子，要不然他还不得第一个争着捐肝给你呀。话虽不多，但是每一个字都钻进了玲花的心里，她当然明白弟妹的心思。我的妈妈和弟弟就是人家的婆婆和丈夫，要是给我捐肝，万一影响了身体，
那对人家的家庭可是巨大的打击呀。再想想自己的丈夫，平日里甜言蜜语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怎么真遇到事儿了，他就这么往回缩呢？就这样，翟玲花陷入了沉思。到了晚上，翟玲花越想是越想不开。父亲死得早，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和弟弟长大不容易，如今生活刚刚好一点，怎么能让妈再为我受这个罪，冒这个风险呀？弟弟也是从小就懂事，我们姐弟俩感情最好了。他和老婆还年轻，又有2个孩子，更不能让他捐肝给我了。可恨的是丈夫马五新，以前还以为他有多爱我，动不动就说是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怎么现在一点肝就把他吓不行了呢？思来想去，翟玲花觉得自己这病反正没多大活的希望，干脆就死了得了，不要活着连累我妈和我弟弟了。于是在夜里12点，她写了一封遗书放在病床上，然后从病房窗口就跳了出去。翟玲花死后，母亲霍思女悲痛欲绝，翟干天忍着伤心，还要天天劝母亲想开点。其实他的难过程度比母亲也差不多少。过了一阵子，霍思女和翟干天母子俩担心马五新，就由翟干天到姐夫家看望看望。见到小舅子之后，马五新也是掉了几滴眼泪，但是看样子精神状态还算可以。在坐下说话的时候，马五新就告诉翟干天：小弟呀，有件事儿我得和你说，你可别告诉咱妈和弟妹呀。什么事儿啊，姐夫，你说吧。你姐跳楼之前的那个下午，她朝我发了一顿埋怨，怪我不该喊你和妈妈来给她捐肝，还说我是缩头乌龟，骗她感情。你是知道的，干天，我对你姐咋样，你是知道的呀。你姐还说弟妹说羡慕她，其实她该羡慕弟妹才对呀。什么意思啊，姐夫？难道是二妮她跟我姐说了些什么？或许吧，反正他俩可能聊天来着。说到这儿，翟干天坐不住了，急急火火回到了家，进门就问妻子：崔二妮，你那天跟我姐说了些什么话？快告诉我。崔二妮先是一愣，然后坦坦荡荡完完整整将那天与大姑姐的聊天内容说了一遍。听完之后，翟干天的火腾就冒起来了，用手指着二妮的鼻子吼道：崔二妮呀，崔二妮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姐姐，我的亲姐姐呀，你这个害人精，不过了，离婚，快滚回你娘家去。夫妻俩结婚好几年了，脸儿都没红过，现在突然被丈夫这样破口大骂，崔二妮委屈难过，连哭都忘了，扭头就跑出家门。老太太霍思女不干了：畜生，你发哪门子火呀你？你姐她是自己跳楼的，能怪谁？还不快去把我儿媳妇给追回来。崔二妮娘家已经没有父母了，有个光棍哥哥还是个半傻子，他也一时想不开，就去买了瓶农药，在河边准备喝了农药再跳河。幸好这时候翟干天找过来了，一巴掌打飞了崔二妮喝剩的半瓶农药，背上他开车就送到了医院。等抢救过来，出了医院回到家，小两口抱头痛哭了一场，感情反倒更加亲密了。自从妻子翟玲花去世之后，马五新再也没登过岳母家的门。按他的说法就是不想让岳母看到他就想起死去的女儿，怪伤心的。半年多之后的一天，翟干天的一个知心朋友说：干天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你那位姐夫昨天结婚了，这也真够快的呀。